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3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新西兰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第二个是世界卫生大会闭幕，第三个是人民银行提升外汇准备金率，控制人民币汇率那我们讲3个那么世界卫生大会实际上提前闭幕那先讲新西兰。新西兰过去半年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和中国越走越近。那么尤其是在香港、新疆等重大政治议题上，新疆并没有参与美国、澳洲跟欧盟、英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谴责的这个行动。那么新西兰的新任外长叫马胡塔，4月19号他在参加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的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说呢，五眼联盟不应该偏离成员之间分享情报的安排。他认为这个五眼联盟扩大职权范围，他对这个表示保留是认为这个五眼联盟不应该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扩展他的职能。马胡塔还阐述了新西兰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安排，那么提到这个与联盟成员国在涉及中国人权，就是五眼联盟国家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他这个讲话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新西兰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也是西方的盟国所以新西兰的这个外交部长做一番这样的讲话，让其他国家非常的震撼，就觉得新西兰的政治立场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到了5月份，这个情况就开始改变那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5月3号说，他说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这个空气开始变化。然后到了5月5号，新西兰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中国新疆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但是他的这个文本删除了种族灭绝的这个文字叙述那么为什么新西兰会发生这一系列的改变？主要的改变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4月22号对新西兰的访问虽然他在新西兰待了2天显然他的努力让新西兰的总理阿德恩和外长马胡塔做出了关键性的改变那么所以才会发生前面的2幕当然佩恩去新西兰肯定不是单枪匹马他背后是美国和其他的五眼联盟的成员。新西兰毫无疑问他承受不起被其他西方国家抛弃的结局。那么新西兰的归队标志的事件当然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访问莫里森是5月30号那么抵达新西兰的皇后镇Queenstown然后阿德恩用毛利人的传统这个传统问候仪式迎接莫里森这是这个2个密切的国家15个月以来第一次2国的这个首脑会晤当然中国议题肯定是他们双边会谈的核心之一双边会谈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肯定是中国不高兴双方对香港局势和新疆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促请中国让联合国等外部观察员不受约束的到新疆进行有意义的访问，还对中国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以及对南中国海的事态表示严重关切。这每一项
都是中国非常非常不高兴的事情啊。然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两国在对抗中国方面相互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就香港、新疆等中国内部事务及南海问题说三道四，无端指责，粗暴干涉内政，坚决反对。这个很苍白这反应非常的苍白。那么记者当然不会放过阿德恩那么之前媒体不断的批评新西兰为了经济利益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阿德恩在记者会上坚决否认。他说，你们将会看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采取强硬立场的说法，我表示反对。然后他还反驳这个新西兰不支持五眼联盟对北京的批判。他说，当涉及到五眼联盟的问题时，我们仍然是一个坚定的成员，这毫无疑问那么莫里森也来帮他解围莫里森说，有人无中生有的强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有分歧，损害两国关系。他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会拿自己的主权做交易。我认为，作为伟大的合作伙伴、朋友、盟友和真正的家人，我们会有一些离我们很远的人试图分裂我们，但是他们不会成功。然后就是阿德恩在和莫里森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又开始表态。他说，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中，彼此当作一家人非常重要。澳大利亚，你们与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么意思就是我回来了新西兰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猎物中国在新西兰做了很长时间的布局对新西兰的渗透甚至超过对澳大利亚的渗透所以中国在新西兰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中国跟新西兰的自贸协定今年1月正式升级到 2.0 版本。那么除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领域开放市场，还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全面产业链的合作。那么这个协议对新西兰来说是个开放中国市场的协议，所以对新西兰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与此同时，新西兰也给中国的货物这个 RCEP 的成员的同等的审查待遇。具体的来说，就是新西兰对中国的这个商品这个开放100%零关税，中国对新西兰的商品97%零关税那么而且这个新西兰给中国投资者 CPTPP 的成员国待遇也就是说，新西兰对中国政府投资者的投资审查门槛1亿新西兰元，对于非政府投资者的审查门槛2亿，那么就相当宽松因为金额这么高嘛那么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2020年，中新贸易181亿美元下降1%疫情那么中国对新西兰出口60亿美元，增长5.6%新西兰出口中国120亿美元，那么有6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那么新西兰的进出口贸易占27%那么27%就是新西兰出口中国占新西兰出口的27.9%，叫28%吧大概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新西兰会成为中国的猎物当然澳大利亚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什么榜样？就是离开中国市场对它有什么影响的榜样。那么其实对新西兰来说，澳洲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中国对新西兰的奶粉非常依赖，而不是新西兰的奶粉非常依赖中国市场。反着的，就像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不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非常依赖，是中国的钢厂非常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两者之间是反过来的。所以实际上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之后呢，新西兰就回去了。新西兰的复归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外交孤立的现状。我们之前有个专题专门讲中国目前处于空前的外交孤立。这个外交孤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西方国家开始逐渐的认识到中国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冲击和他们的安全威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核心原因是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完全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坚持按照原来的模式推进它的政治进程，对外的政治进程，而这些政治进程不断的和西方国家产生冲突，那这些冲突促进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翻脸，所以实际上中国现在遇到的外交困境，一半是西方国家的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另外一半是中国自己帮出来的。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啊，世界卫生大会今天闭幕啊。那么今年的大会，疫苗成为最重要的议题啊。那么关于调查病毒起源这件事情，会员国各自表态。另外，这个会议定于11月份召开特别会议。通常世界卫生大会1年开一次啊。那么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在这个开视频大会。那么另外在今年确定11月份再开一次特别大会。特别大会干什么？制定一个疫情国际公约啊，国际条约，提高资讯的透明度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欧洲、美国和中国他们这3个国家的立场非常的关键。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还同意研究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场疫情当中被成员国广泛的批评。那么所以他们接受这个重大的改革建议啊。世界卫生组织是5月24号啊以视频方式开幕，原定是6月1号闭幕，但因为讨论问题比较顺利，所以就提前啊，就是今天下午就闭幕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其实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最受瞩目的就是2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疫苗，关于疫苗的合作。因为现在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那么穷的国家，他们在疫苗的问题上有障碍、有困难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关于疫苗共享的问题。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现在反客为主啊。那么在疫情的初期啊，中国很早就宣称它有疫苗，然后就开始推动这个疫苗外交。但是中国的疫苗有问题，就是它的品质不可靠，安全不可靠。所以呢，在它推进这个疫苗外交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遇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跟疫苗本身是有关系的。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疫苗，自己打疫苗还没打出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来。所以现在的中国的疫苗外交慢慢的在干什么？偃旗息鼓啊。而这个时候美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美国就开始后发制人，美国现在开始做疫苗外交啊。不过美国的疫苗外交有一点，它大头还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疫苗这个支援计划来走。
他自己当然也走啊，也比如说像韩国、像台湾，他也支援，但是他主要的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支援，其实还是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系统啊，在走这个，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溯源啊，那么这个溯源呢？溯源这件事情有2个隐含的含义啊。第一个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含义就是到底了解谁负有责任，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就是当了解谁负有责任的时候，就意味着追责。所以在这次世界卫生大会当中，关于这个病毒溯源这件事情，就各说各话了啊，就没办法交集。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媒体带动了一系列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报道，把这个关注的焦点继续指向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认为那个地方是病毒的源头。所以现在整个外界、整个世界舆论都在讨论一件事情：病毒是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是《华尔街日报》等几个主要媒体讨论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跟进。这一系列的跟进正好世界卫生大会开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舆论战啊！这就是舆论战，大体上是这样。所以现在我就不具体的讲到底哪些媒体，包括英国《泰晤士报》，包括《世界报》，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在讨论，全世界主要的媒体都在讨论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是哪里啊？是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些倡议，包括这个国际条约的倡议。国际条约很重要，因为这次疫情损失惨重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原因是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从武汉市到湖北省到中国政府都在隐瞒疫情，一级都在隐瞒疫情。隐瞒疫情造成了疫情的大流行，这种大流行的后果就是全球几百万人的死亡。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接受的建议啊，接受什么建议呢？今年11月份再开一次特殊会议，讨论一个疫情的条约，国际条约，大家都要去签这个条约，保持疫情的透明度和国际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是有机制的，但是这个机制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疫情的初期完全被中共操控，中共操控谭德赛，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他应有的角色上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也导致了疫情在全球扩散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这一次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要11月份开一个特殊会议，其实签一个国际疫情条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大体上这次会议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要么在我们讲第三个主题，人民银行。就我先说新闻。新闻就很简单，人民银行宣布，从2021年6月15号开始，提高金融机构、银行和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提高到7%，幅度非常大。你想一下，原来是5%，提高到7%，提高2个点，2个点就是原来的40%啊，非常厉害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节节攀升啊。那么人民银行最近就这个人民币汇率不断的表态，我等一下念一下的表态，然后最后
就动用14年都没有动用过的政策工具，就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市场降温啊，让人民币汇率涨幅不要太快。那人民银行宣布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短期激烈波动啊，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下挫150点，从当日的6.3535跌到6.3685啊。那么，截止5月31号下午6点半，离岸人民币啊，这讲北京时间啊。对美元汇率报6.3694啊，那么在岸人民币报6.3691，大概是这样啊。新闻就是这样，复杂吗？并不太复杂。先讲讲管涛，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管涛对外汇还是非常有权威的。他说，人民银行这次调整封尘多年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传达了2个重要信号。第一个，人民银行不会放任人民币过快升值，必要时会果断出手。第二，人民银行不出手则已，出手必是重拳。那他说，人民银行通常调整准备金率一般是每次都调整0.5个百分点。那么这次上来就是2个百分点，显然就是超出以往的幅度，力度很大，彰显这个人民银行调控的决心。那他说说明人民银行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还很多，人民银行自由选择空间很大，这是一个啊。那上一次人民银行是什么时候调整的呢？上次是2004年啊，10几年了啊，14年11月份啊，调整是什么呢？调整是就是开始啊，是2004年推出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那么到了2007年5月15号，4%调到5%啊，14年没变过，那么现在终于变了啊，然后。影响有多大？涉及多少钱？关键是涉及多少钱？今年4月末，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存款1万亿美元，那么上调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那也就是说，这些商业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要向人民银行交多少钱？200亿美金，200美金，也就是说市场上的外汇会减少200亿美金啊，这是一个啊。有很多评价，有很多的说法。我先说一个民生银行分析师王金文说他说，一方面，锁定银行持有的外汇规模，避免向央行结汇，进而导致外汇占款的被动投放，这是很重要啊，这个说得很对，因为今年以来外汇占款规模持续上升。是压低债市收益率、推动资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另外一方面，可以回收银行体系外汇流动性那么遏制外汇贷款的规模扩张，通过减少外币供应量，进而遏制人民币升值。其他我不念了。我评价一下我觉得王金文说的非常到位。第一个，什么叫外汇占款？我解释一下，外汇占款是什么？中国有一个外汇市场，这个中国外汇市场在哪里？在上海，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由谁参加？由外汇指定银行参加。那么外汇指定银行，它根据它的人民银行规定，这些商业银行，你们外汇资产所占的比例有个幅度比如说5%到5.5%，那么你的外汇资产如果高于5.5%，那你就要卖掉一些头寸，卖掉你手上的外汇不能高于5.5%，这不是真的这是举例
那么如果你低于5%的时候，你要去外汇市场买外汇，让你的外汇资产回到5%的水平。这就是外汇指定银行他们的法定责任啊。那么外汇银行当有人跟商业银行换钱的时候，比如说他要换人民币啊，换人民币，商业银行这个外汇指定银行就得到了外汇啊。那么一进一出，一进一出，最后他手上会有一笔钱，可能是人民币，可能是外汇，就是看你结汇的情况啊。那当他手上的外汇多了的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抛出外汇；当他手上人民币多了的时候，他就抛出人民币。于是外汇市场就出现了交易，中国的外汇市场就是这么来。那人民银行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庄家。人民银行是这个市场的庄家。那人民银行手上有什么？有钱。什么钱？人民币。人民币是什么？基础货币，它不用印，它直接就发出去就可以了。所以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是无本万利啊。那当他发现市场上的外汇太多了，人民币在升值的时候，他去市场上去买，一买外汇的时候，人民币就出去了。那就是出去之后，这笔钱就在人民银行的账上记一笔。比如说买了100亿，花了100亿人民币，他就会记一笔100亿人民币。这个钱叫什么？外汇占款。它说明什么？说明他人民银行用了多少钱去买外汇，也就意味着什么？他在市场上发行了多少人民币，这就是人民币发行渠道。人民币的主要发行渠道就在这里。所以呢，当市场上外汇越多的时候，人民银行就被动的发行人民币，不断的发行人民币。那今年以来，外汇占款规模持续上升，说明什么？说明外汇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当他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民银行没有选择，他如果要控制人民币汇率不上升的话，他要去买，不断的买，那么钱就不断的多，不断的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关联就是一个这样的关联。那好了，那人民银行为什么提高准备金率？就是他又想控制人民币汇率不要上升的太快，同时他又不想跑到市场上去买外汇，因为他会发行人民币。那怎么办呢？我就让你们把外汇交上来。交上来是什么？准备金啊。准备金率由5%提高到7%，那你一下提高2%，交200亿上来。当大家一交200亿上来，人民银行就不用发行人民币，它就达到了这个效果。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原因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商业机构持有的外汇太多，持有外汇太多，他就会贷款。他把外汇贷出去之后，会变成什么？变成外汇债务。当外汇债务不断的上升的时候，万一出现汇率的转向，这些债务会变成坏账，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原因，没有别的，没有太复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核心的原因就是人民银行不想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同时又想控制外汇，就这个原因，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用很快的速度把我们3个主题都讲完啊！我向大家道歉，我们今天又迟到。迟到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有点复杂，我们看资料又看过头了，好吧？那我们尽量的保持准时，谢谢大家的提醒啊。那另外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讲这个2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开放三胎三孩政策，另外一个就是疫情，广州疫情失控开始封城那么今天上午的专题很受关注，所以在线人数很多。那么还有很多问题，其实上午没有来得及答。那么下午网友还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郭九英，谢谢，魏唐，谢谢 ，Amanda， 谢谢，王先生辛苦了，今天是美国的 Memorial Day 假期王先生依然准时上班，非常佩服你的勤奋，请你喝咖啡，谢谢。Vivi， 谢谢，每天看王老师的节目，今天难得赶上直播，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Mike 朱，谢谢。好，情绪，想对墙内的朋友说下，经常听到网友说，身在墙内感到孤独无助，其实我们并不孤独。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周围的小粉红，言论环境恶劣等等，但请我们转过身来仔细看看，我们有王老师，我们有互联网，我们背后是整个文明世界，好棒！而前面只是一小部分阴影而已，我们不是一个人，加油！这段话我要留下来，太好了，讲得非常的好，讲得比我好，非常谢谢，非常感谢这个网友这么棒的回应，谢谢情绪，现在知乎上三胎政策是热榜第一。今天看到一个回答，就一句话：从计划生育到开放三胎，有人问过人民的意见吗？刚点过赞，5分钟，这条回答就被删除了。这个政策是政治局出台的，本身就已经很搞笑了观点：中共需要控制每一个人，令每一个人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来实现习近平的帝国梦。所以，躺平是不可接受的苏联有过契卡这样抓代工行为的秘密警察组织，中共可以效仿，把躺平不工作的人抓进集中营强迫劳动。随着中共对老百姓人身控制越来越严，推广新疆模式不是天方夜谭。我同意后面这句话大家要警惕为什么？他们现在开始用新疆模式对付其他少数民族，等新疆模式把其他少数民族都对付完了的时候，就开始对付汉族了。这就是中共会干的事情我希望我讲的不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正我，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警惕情绪，张艺谋夫妇早上转发三胎政策，网易上已经出现骂张艺谋超生的文章了。很搞笑的是，评论关了，他要是不关也要翻车吧。我自己感觉呢，就是三孩政策这件事情呢，正好撞上了，撞到枪口上，撞到了这个躺平主义的枪口上，正好，所以你看，中国网民像这个当年那个美军打火机一样打这个打火机，大家知道吗？就是后来他们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后期美军的这个飞机性能已经大幅提高，但是日本的这个还是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在美军新的这个战机之下，就像火鸡一样，所以美军就像打火机，日军很快失去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这个制空权，所以为什么日军失败，就这个原因。你现在这个疫情，在这个躺平主义的热潮之下，三孩政策就像美军打火机一样，被中国的网友一枪一枪打下去一口气多少条来的？我像印象中有个帖子下面有4亿条骂他的帖子
观点：澳洲和新西兰的关系的密切紧密度，应该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两个国家都能够达到。有哪两个国家？美国跟加拿大。从一战、二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并肩作战，澳洲的公民或者是永居都可以直接落地新西兰，享有新西兰永居的待遇。澳洲也有针对新西兰的特殊签证，可以说犹如同一个联邦国家两个州的关系。新西兰的回归看到强烈的评价，指责新西兰不守信用，刚签订中新协议，这么快就背叛中国，支持澳洲在 WTO 的上诉。相反，强烈不会想一想到底是谁违反了协议。那对啊，现在你看哈，骂新西兰违反这个背叛中国，我估计下一阶段就要骂欧盟了。中欧投资协定刚刚签订，你看欧盟就翻脸了。提问：王老师，请问您是怎么得出关于新西兰回心转意的原因？真的是认识到新西兰奶粉不缺买家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就在新西兰，很不喜欢这边政府侵华姿态，但是最近听说新西兰红酒出口中国增幅很大，原因肯定是因为澳洲红酒被中国拒绝。希望政府这次立场坚定。我不知道是不是新西兰不缺买家，但是我知道新西兰的奶粉就在中国很受欢迎。那么中国自己的奶粉不靠谱，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情的需求和被需求，他们的依赖关系是反向。就像澳洲的铁矿石，中国的钢厂是依赖澳洲的铁矿石，那么中国的奶粉厂也是依赖新西兰的奶粉，所以这个依存关系是反过来的。中国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奶粉来源？我觉得应该找得到，但是没有新西兰那么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新西兰毫无疑问，它承受不起被西方抛弃的后果，因为中国只占29%那剩下的呢？剩下怎么办？情况，新西兰阿登总理昨天一表态，今天中国新闻就报道新西兰发大水，民众都需要撤离。其实今天整个国家晴空万里，目前进入冬季，雨水频多。政府昨天提醒民众注意防洪，到了中国新闻就这么走样，太搞笑啊！情况，替墙内政府工作的小白留言：王婶好，我是在深圳港工作的，也会去盐田港。这次造成疫情破口的东方温哥华，高雄出发后先靠蛇口，再靠香港，最后靠盐田港。靠泊后有海关上船检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该船员没有被感染，而且短期内没有更换过船员。现在官方咬死是货物传播，而且是无症状感染者，不升级中度风险地区，不然整个港口要停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找到源头，因为货物怎么感染？所以货物传播，全世界都没有货物传播，只有中国有货物传播。什么海鲜传播，这个传播那个传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自洽得了啊！如果这个网友说的是真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深圳的疫情源头还是没有找到，那还是风险很大。情况，我是做医药研发，上个节目说到，广州做全面核酸筛查的时候，全面停止注射新冠疫苗，真实原因是因为它是灭活疫苗，工艺不合格，所以有病毒核酸残留检测会呈阳性，正好证明了质量不合格。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有价值，他就解释了，
因为在我来看，当你发生疫情在爆发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你当然应该做紧急的去打疫苗，对吧？打疫苗提供防护，形成群体免疫。群体免疫是最终解决疫情的根本手段。你现在说我要去筛查我就把这个疫苗停掉，这不 make sense 吗？那么也就是说，要么你就是认为疫苗在这个阶段没有帮助，所以我要停掉它。要么呢，就是你认为找出这个受感染者比这个打疫苗更重要，打疫苗可能速度太慢，我还找出来更快。那也就说明什么？社区扩散、社区传染就是本地传染已经扩散的非常的严重，否则的话他不会采取这个措施。那么这个网友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因为灭活疫苗工艺不合格，造成这个核酸残留，核酸残留你检测的话就会呈阳性，那就不能打啊。但是问题是，这其实也很简单呐，你只要每个人打过疫苗的人，你就给他一个特别的健康码不就行了吗？那就说明他打过了嘛，打过就不用检测呗。不过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个故事，就是如果这个疫苗无法提供保护，如果你不检测它，就变成破口了啊。所以核心说1000道1万还是什么？说1000道1万还是疫苗不合格，疫苗质量不过关，没办法提供有效保护，这是问题的核心。不过还是谢谢这个网友提供的信息，给我们一个科普啊，谢谢。观点：世卫批准国药疫苗以后考虑打，但是2个问题改变了想法：一是个人没法选择打什么疫苗；二是无论身边的人还是网友都出现了不良反应。医院接种站舆论都尽量撇清不良反应与疫苗之间的关系，自己出钱出时间打吊针，还说是自己身体有问题。我理解打疫苗之后一定会有不良反应，并且个人愿意承担风险，但是这种管杀不管埋的态度令人心寒。怎么说呢？如果能选的话，尽量去选。我不知道复星的疫苗出来了没有？有没有网友知道？复星跟那个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出来了没有？提问：病毒是实验室还是野生的很难讲，但病毒从中国出来是毫无疑问。天朝隐瞒疫情，光有这一点不可以追责吗？如果自然发生疫情啊，那么就像你说的是野生的，那当然没有责任啊，它自然界发生的啊。那中国政府的责任是什么？隐瞒疫情。那隐瞒疫情这一点，那就需要很多配合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是真的呢？真的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不是更有力、更强有力嘛，对吧？情况：济南铁路局某班组，疫情之前的19年4月，整个班组工资总和4万1啊，一个班组。疫情中的20年4月，总和是3万4啊。今年4月2万8，从4万1跌到2万8，只剩下了70%啊，70%。据说5月份只能拿4月份的90%，90%就是不到2万了，2万8啊，没有任何解释，整个班组气得骂娘。观点：央行有大动作，通常会吹风，怪不得前段时间人民银行强调不要赌人民币涨或者跌啊，就是不想让你参与这个事，掺和这个事。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看待中国发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早就已经发行了嘛，现在才发行吗？早就有了呀。这是个募集资金的一个工具，
你想问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怎么看？就这么看呢？就是一个募集资金的工具啊。情况坐标深圳，在小卖部看到能用数字人民币交易了。OK 啊，是吗？没有公布啊？公布了吗？还是又一次这个叫什么演习实验啊？没有看到公布。问题，王老师，以后国内卖房会不会卖成数字人民币，然后禁止外汇？有亲戚北京几套房，会不会以后有一天没机会换成美元或者外币了？我不知道这个假设性问题，我答不了，我只能够就事论事来答你啊，好吗？我们不要让我去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啊，好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会干什么。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他会干出一些天方夜谭的事情，因为他实在干太多天方夜谭的事情啊。提问：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可能对中国外贸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其他国家原材料也在涨，所以外贸产品应该也会出现价格普遍上涨。那么这个挑战应该是全球性的。为什么中国的外贸受到的更大的挑战？你是在问我吗？还是先设定一个前提？第一个，中国的外贸是不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你先告诉我这个好吗？怎么个挑战法？行吗？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的外贸怎么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你先告诉我这个，我再来答你为什么，行吗？可以吗？观点：中共的话要反着听，他说不干涉汇率，其实是他会控制汇率。集权国家会开放汇率不管，怎么可能呢？OK。提问：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一直是中央集权、独裁统治，几千年来毫无进步。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就是本朝。很多人以为自下而上推翻政权，可以给最底层的人民带来改变和福祉，但结果发现，这样的政权反而对底层更加残暴。于是，中国的历史变成了抱怨每一朝的统治者。但这样的抱怨对改变人和社会毫无作用，因为能够改变人和社会的只有最高统治者，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普通人要么忍，要么移民。想听听王老师的看法啊？从秦始皇到现在，一直是集权统治，这个话没错啊。一直到中共为止那么中间经历了过一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生存了一段比较长，中国大陆生存了，你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吧，也有几十年时间那么这中间中共崛起把这个中华民国赶到了台湾，那么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另外一次集权独裁那么你的问题是普通人要么忍，要么改，要么移民，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大陆是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就是民主政治的国家。第一，我认为中国仍然是有希望变成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前提是中共要下台。中共会不会下台？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永远执政，他总是要下台，只是时间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现在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多做一点，每个人多做一点，中共就会早一点下台。所以要么忍，要么移民。同时你要是忍的话，你也可以做一点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意念都好。所以我觉得我不完全那么悲观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心存希望心存善念，去做一点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包括我本人，我也是这样想，我也是这么做的。观点：关于生育政策，我最担心的是中共又搞运动式的鼓励生育，
中央下达生育指标，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为了政治任务不择手段，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荒谬的事情，比如去抓妇女去强制受孕，官员只要一个数字，至于孩子出生以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相应措施，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我还是那句话，限制生育跟鼓励生育这是一件事情，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不可能用计划生育的办法来鼓励生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是不赞成做这种假设啊。情况，抖音回了一条：以色列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而是哈马斯。五毛们张嘴就骂，为什么呢？我说的不对，你可以讲理。王老师为什么开口就骂，而且骂得很难听？这是一种什么情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是不是个体差异呢？当然，既然他是五毛，他开口就骂，我并不意外啊。他要是跟你讲道理，我反而有点意外啊。提问：王老师认为拜登查病毒起源是形式大于实质，还是真的要溯源？真查出来会不会像国际法庭南海决策一样不被中国承认？拜登总统到底是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可以分析，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还是假啊。但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要真的他说他要去查，他假的去查的话，我觉得美国没有一个记者会放过他啊。当然，你也可以说美国的媒体都是假媒体啊，那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讨论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不大想答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说了不算，没有人会放过他，没有一个记者会放过他。如果你去看一下，如果记者在找他算账，那他可能就是假的呗，好吗？观点：王老师，我是80后，靠自己的拼搏，在新加坡很好。之前在国内待得非常的郁闷，什么都要拼爹，靠关系后门。前几天印度朋友问我，为啥甘肃这次这么严重？我说拼爹啊，一个比赛能挂空壳公司，你以为上面不知道吗？不是沆瀣一气吗？没关系，你能接这个活动，央视说了一大堆的理由，可是能实施吗？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很庆幸我出来了，能真正的活回自己。为你高兴啊，为你高兴。提问：禁止堕胎会不会增加生育率？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喜欢帮中共出主意呢？你们讲点别的不好吗？你说呢？我不喜欢这样，老实讲。我在很多的留言区的地方，在很多的推特上看到很多这类的言论，就是大家纷纷的帮中共出各种荒谬、荒诞不经的主意，以此为乐。我觉得如果你真有时间，你好好的去看看有价值的信息，想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会更好，好不好？这种话我再也不答，行吗？好不好啊？情况打卡澳洲，政府免费提供辉瑞AZ Novavax 3种疫苗，我打了辉瑞，第五天没副作用，鼓励大家都去打，别再说什么中国灭活疫苗工艺成熟稳定的笑话，技术不到位啊。那当然，如果有这些疫苗，打什么国产疫苗，那肯定不打啊。情况：上次问过王老师打疫苗的事情后，我在上海去了2个区的打疫苗点，虹口区是北京生物，普陀区是天津康希诺，康希诺好打1针吧。好像宝山区打疫苗还有补助现金卡，但是现在感觉上海打疫苗的人比前些天多了，因为两广那边打疫苗的情景太恐怖了。是，补充情况，广州地区注射疫苗后，健康码会有木棉花图案，打1针是橙色，打2针是红色。今后参加活动
工作进入特定区域必须有红棉花标志，红木棉花吧，OK， 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不必停啊，为什么要停？停还是那个网友说的对，停就是因为疫苗质量不过关，有残留，有残留就会显示阳性啊。观点借此课堂再次提醒强烈的朋友，去检索疫苗的，哎呦没了情况。今天6月儿童节，儿子幼儿园网上直播，看到小朋友大喊：“我们热爱共产党，祖国妈妈我爱你，学好本事保护你，学好本领保护你。”这洗脑啊！观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前后矛盾，令人感觉中国公民就如同牲口，能不能生，能不能生，自己说了不算是饲养员说了算。OK， 好，明谢。益堂，谢谢王老师辛苦赶上直播，请王老师喝果汁，好，谢谢。屈优，谢谢。Patrick 长，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